我要用菠菜和杏鲍菇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，来分享一道很下饭的素食椰香泡菜鸡胸肉。不敢吃韩式泡菜的朋友啊，觉得会酸会辣很难接受的话，我试过了，放这样东西就会降低辣度、酸味，也会变得很温和。很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吃到好吃又下饭的菜了。做菜前，先来和大家分享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食谱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菠菜和杏鲍菇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些菠菜，等下会用到大约2颗的分量。菠菜的茎很软。放在冰箱没有好好保存的话，很快就会烂掉。如果是放在那种塑胶袋的话，我习惯把菠菜买回来之后就放在这种保鲜盒里面，先切给它跟长度一样，跟保鲜盒放进保鲜盒冷藏保存。保鲜盒我会挑选这种高保鲜度的保鲜盒，它的胶条有99% 的抗菌胶条。这种空心细胶的防水圈，加上四面环扣的结构呢，可以达到良好的密封和防漏。Bisfree 材质比一般保鲜盒更轻，不容易吃色或变黄，携带很方便。盒身它有测试过，是耐摔的，也不含塑化剂，不含双酚 A、双酚 S 等等的，很适合给孩子当学校的便当盒来使用。到使用的时候，再从保鲜盒拿出来清洗。现在给它切成小段状。把菠菜放入盘中。准备6朵蘑菇，把蘑菇切片，要用鲜香菇来代替也是可以。我们家今天刚好有蘑菇，所以用蘑菇。把蘑菇放入盘中，准备2根粗一点的杏鲍菇，把它切一半。然后斜切成好像鸡胸肉的形状。把杏鲍菇放入保鲜盒内，放3点盐、黑胡椒粉适量、红椒粉适量、香油1茶匙，盖上保鲜盒，摇晃均匀。用这种高密度的保鲜盒来腌制食材，可以让食材更容易入味。现在放去冰箱里面腌制。这是我事先把买回来的芹菜先洗好，然后用厨房卫生纸给它擦干。如果环保的话，就不要用卫生纸，可以给它洗好后放在通风处晒干，然后再切碎。切碎之后放进这种密封保鲜盒里面。盖上盖子给它冷冻起来，这样芹菜就不会因为常常我们使用太慢啊，用到最后几根都是烂掉的，造成浪费。现在来准备10颗的芹菜，要用的时候直接挖很方便。再给它拿去冷冻。现在来准备1朵干香菇。倒入热水，把香菇泡软，保鲜盒耐热100度，高温不释放有害物质，用耐高温密封保鲜盒泡香菇，香菇很快就会泡软了。这种保鲜盒还可以装熟食便当，可以放进微波炉里面或是洗碗机里面，很方便又很实用。准备半包的雪白菇。大家会清洗雪白菇吗？我有时候看雪白菇蛮干净的，就不会清洗了。把雪白菇放入碗中。稍微拨散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杏鲍菇放进来煎，把每一面都煎成金黄色，让它煎一下。这红椒粉看起来很红，可是它不会辣，它是红甜椒的粉，所以是红色的。
差不多可以翻面了，有变金黄色了，煎出来很漂亮。这一面再让它煎成焦香。哇，变得很漂亮了！刚刚我有不定时的翻面，让每一面都煎成焦香了。现在可以关火取出，沥干油。来切3片姜，这是老姜，比较硬一点。大家都怎么保存生姜？生姜有时候保存在外面也会发霉，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天气太潮湿了？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分享怎么保存姜比较好。把姜片放到盘中，我们的香菇泡软了，把香菇切粗条状。今天没有爆香，所以不用切成末状。再来换一个方向，切短点，切一半。把香菇放到盘中。这是我在好事多买的迷你法国面包，它一包里面会有6个，然后这一包会有很多个，一次要买很多包，然后我就会买回来放在冷冻保存，孩子们要吃的时候就烤一烤就可以吃了。今天的素食鸡胸肉就可以来搭配这个面包来沾这个韩式酱来吃。把法国面包切成斜片。把法国面包放入保鲜盒里面，这样子才不会风干了。我们现在来去炒韩式酱料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放入姜片、芹菜，把这些辛香料炒香，炒到闻到姜的香气，现在放入香菇。把香菇炒香，大约炒了2分钟，可以闻到香菇的香气。现在放入蘑菇，还有雪白菇，快速翻炒。这时候如果觉得干，千万先别加水，菇类释放出水分，等一下水分会很清甜。慢慢的炒。菇类就会慢慢的释放出水分了。你们看，炒到现在，可以看到菇类的表面有湿润感。现在放入韩式泡菜，大约1碗的量放下来，放入100cc 的水，快速翻炒。这泡菜是朋友自己手工制作的，我拿来给他做变化。如果有怕酸、怕辣的朋友，可以像我这样加一些椰奶下去，给它温和掉这些味道。现在可以放入椰奶了，放入大约60cc 的椰奶，快速翻炒。椰奶我是买罐头的包装，快要滚了，现在来调味。一个人喜好，加入盐，我放了1茶匙的盐，1茶匙的糖，快速翻炒。大滚了，现在放入菠菜，绿色叶菜类最后放，这样子才不会炒到黄掉了。快速翻炒到菠菜变熟就可以了。煮至大滚，现在可以关火起锅，好香哦！来是吃韩式素食鸡胸肉，今天用这个杏鲍菇代替鸡胸肉，乍看之下是不是很像鸡胸肉？好多汁哦，很有嚼劲，而且腌过的杏鲍菇很好吃，也有沾到那个韩式酱，很好吃。
那个泡菜这样子放了椰奶之后呢，它就比较温和了，没有那么的辣，也没有那么的酸，比较好入口。像是我呢是比较怕吃酸的人，这样子呢刚刚好，很好吃。我搭配了法国面包，这样子沾这个韩式酱很好吃。有时候呢不用煮白米饭，用法国面包来代替淀粉也是很好，也会有饱足感。很美味，太好吃了。顺便跟大家分享呢，最近天气变冷了，我很常用这个马克杯乐扣的它来泡呢热巧克力啊、热红茶或者热咖啡的。这个杯的沫数呢很大，是600ml 的，很符合我需要的，很符合我需求的沫数，因为是大容量的。然后里面呢，它是304不锈钢的，它因为有盖子的关系，所以它杯子翻倒了之后呢，它可以阻挡大量的饮料倾倒出来。像我女儿呢，很常就是打翻杯子，这种有盖子的杯子马克杯就很适合她来用。它这里呢，直接推开来就可以直接喝了。保冷是27个小时，保温可以在5小时。虽然有些保温杯好像很强大，可以保温到8小时，但是我使用几个礼拜下来，我的心得是我发现我泡的这个热饮啊，慢慢喝这样子，喝到完的时候都还是温温的，不至于像以前我用玻璃的马克杯的话，喝一喝差不多半小时就冷掉了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我外出的时候啊，现在很常去一些参加活动啊，或是聚餐啊，或是我去上课的时候啊，都会带这个随行杯。这是深蓝色的，是巴拉巴的，然后我的呢是白色的。一方面呢，就是环保啦，可以省5元，扣掉5元的这个买饮料的费用，因为我带环保杯。然后呢，它的材质里面也是不锈钢的。我很喜欢它的设计呢，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提把的设计，它可以挂在车上啊，可以勾在上面。然后不然呢，我们常常就拿着保温杯要用手握着，这个直接用手这样勾着就很方便。这个杯盖打开呢，上面有一个滤网，是可以放茶包在上面。那上盖呢，也可以换成是吸管的盖子。这2个底座呢，都有做到止滑的。那相关资讯呢，我会放在影片下说明栏，大家有兴趣呢，就可以点来看看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和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！继续吃，太好吃了。我喜欢这个法国吐司沾着韩式酱。